2024年3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在加萨停火，美国投下弃权票。美国没有阻止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决议，在此项的决议当中，并没有把以色列停火与哈马斯释放人质挂钩，所以目前以色列还有134名人质被哈马斯囚禁。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在加萨停火，此份决议虽然有提到要求哈马斯无条件释放所有的人质，但是停火和释放人质之间并没有挂钩，也就是说，哈马斯全数释放人质并没有成为以色列停战的前提，所以这是以色列没有办法接受的，也是所有支持真正公义的人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若是以色列停火之后，哈马斯没有释放全数的人质，其实国际之间对于哈马斯也没有约束力。所以联合国安理会的这项决议是不公义的，把以色列推向悬崖。以色列不断的做出许多的努力，希望让战争可以赶快的结束，但是现今的国际媒体却不断的掩盖真相。若是哈马斯将人质全数的归还，其实这场战争马上就可以停止。所以其实现在想要拖延战争的是哈马斯，哈马斯根本就不想要这场战争结束。哈马斯把自己的人民当作人肉盾牌，造成百姓巨大的死伤，故意让以色列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让国际上反犹的声浪达到高峰，引导列国仇视以色列。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为什么不适可而止，批评以色列报复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哈马斯恐怖攻击的程度。那有一位以色列的牧者回复这样子的问题，他说道，提出这样说法的人根本就不了解哈马斯的残暴，国际上也似乎忘记了哈马斯对以色列所做的一切残忍还有残暴的事情。哈马斯强暴以色列的妇女，不仅强暴，还肢解了这些受害的妇女。他们把活生生的婴儿放进烤箱，把小孩斩首，虐杀肢解许多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牧师说，我们以色列一定不会，也绝对不想做和哈马斯一样程度的事情。我们一定不会强暴肢解他们的妇女，我们也一定不会把他们的婴儿放进烤箱，把他们的小孩斩首，把人虐杀肢解。我们以色列人不会这么做。所以这些说以色列为什么不适可而止，说以色列报复的程度超越哈马斯恐怖攻击程度，说这些话的人，他根本就不了解哈马斯邪恶的程度。现在就连联合国都忽视哈马斯的残暴，在哈马斯还未全数的将人质还给以色列之前，就决议要求以色列停火，这真的是完全不公义的决议。所以列邦应该要思想自己欺压以色列的后果跟结局。从圣经的教导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神必定会审判那些欺压以色列的列邦，而坚定与以色列一同站立的国家必定蒙福。那非常令人难过的是，在这场以哈战争当中，我们几乎听不见教会公开支持以色列、公开谴责哈马斯的声音。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在加萨停火，美国投出弃权票。这个事件刚好发生在普尔节过后2024年的3月25日，这更让我们想到圣经当中以斯帖记的记载。当时犹太人的存亡受到极大的威胁。以斯帖记4章14节，末底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相信末底改的这句话，如今也要对着众教会来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着解脱，蒙拯救。焉知你得了今日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众教会选择闭口不言，选择沉默。焉知神让你们得了今日的位分，在教会界甚至在社会上有影响力，不是为了现今为以色列站立发声的机会吗？所以众教会要联合动员起来，向国际发出坚定爱以色列的声音，在雅各家遭难的时候，坚定的与以色列一同站立，与神的盟约和应许一同站立。众教会啊，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
让我们一起在最关键的时刻支持以色列，在神的盟约中坚定的与以色列站立。5月18号，以色列之友联盟将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举办国际级别的音乐会，我们将作为联盟的国际志工代表，尽全力筹办这场音乐会，让国际听见真正公义之声，成为以色列的支持与后盾。现在我们需要集结每一个人的力量，透过这场音乐会，把符合神心意的公义之声向着世界发送出去。